谢思妍喜欢上我同桌，让我帮忙追她。她让我替同桌跑过800，送过早餐，也为两人逃课谈恋爱打过掩护。但学校还是察觉了他们早恋的事。谢思妍在大庭广众下却将我揽在怀里，慢声笑道：“你们搞错了呀，这才是我女朋友。”我因此替同桌背了处分。当晚我崩溃地哭出声。谢思妍漫不经心地递过来一张纸巾：“不是喜欢我很久了吗？当我名义上的女朋友不开心。”教室外滂沱大雨，我看着旁边空荡荡的座位，就知道谢思妍和于婉又吵架了。课间，谢思妍走到我面前，屈指敲了敲我桌子：“他人呢？”我拿笔尖在错题本上点了点，好像出去了。他定定看了我2秒，然后勾起一个凉意的笑：“外面这么大雨，你就让他一个人跑出去？”男生眼底没有丝毫笑意，这是他生气的信号。我有些无措地放下笔，小声询问：“那我现在去找他吗？”谢思妍没说话，我看懂他的默认，推开椅子站起来就要往外跑。下一秒，谢思妍拉住我，将一把伞扔给我，偏过头，语气讥诮：“别说是我的伞，不然他宁愿临死也不愿意打。”我点点头，拿起伞离开。身后传来同班同学的窃窃私语：“霍希也太舔了吧，以前上学放学都跟谢思妍一起当他的小跟班，现在人家有女朋友了，居然还心甘情愿当他俩的小跟班。你不知道别瞎说，他不是喜欢谢思妍。霍希他爸是谢家的司机，不是谢家，你以为他能跟咱们一个学校？”我撑开伞冲进雨里，还好没人看出来我喜欢过谢思妍。找到雨婉时，他正在篮球馆避雨，看到雨伞的第一秒，他就认出了是谢思妍的伞。“霍希，我问你哦。”他心情似乎很好，挽起我的胳膊。“谢思妍也对别的女生这么好过吗？”我回忆了一下，摇头。“你是第一个。”雨婉眉眼弯弯，歪头看着我笑：“你真的很会说话。霍希，是不是你们这种就是寄人篱下生活的人都会这种讨好别人的话术啊？”说完，他又立刻连起笑，紧抿起唇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冒犯到你了？”女孩眼底迎着明晃晃的愧疚。我挪开目光，习以为常道：“没关系，我没有生气。”雨婉再次笑开，牵起我的手往场馆门口走。“霍希，你人真好。”走到门口，我下意识朝他伸出手：“我来撑伞吧。”雨婉顿了一下，没有把伞给我，而是沉思了几秒，问：“谢思妍刚才有没有说可以打伞呀？”我愣住，半晌才轻声道：“没有。”雨婉看了眼外面的天，独自撑开伞走进雨里。还好雨不太大，你跑回去也不会淋太湿的。我先走了，下节课是年级主任的课，他不允许任何人迟到。我没太多时间考虑，就直接越过雨婉跑进雨里，以最快速度跑回教学楼，但还是淋湿了不少。谢思妍刚好站在楼下，明显是在等雨婉。她扫了我一眼后蹙起眉：“不知道打伞。”我拨开贴在脸上微湿的头发，刚想说话就被身后走近的人抢先：“伞在我这里。”雨婉垂下眼，声音很轻：“是我不让他打的。”“怎么，谢思妍，你给我的东西是随便什么女生都可以分享的吗？”谢思妍冷沈一声，走过去牵起他的手：“知道了。”他不该打伞，成了吗？雨婉别扭的轻哼一声，却还是没有挣开。西西虽然瘦瘦小小的，但看起来身体很好啊。我肯定是知道他淋这么一点雨没事，才没让他打伞的。谢思妍捏了下他的掌心，懒散的抬了下眉：“您道理真多。”我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跟在他们两人后面，内心不停祈祷自己不要发烧，耽误进度。毕竟我负担不起这个学校高额的补课费。至于淋一场雨，我没有太大怨言。比起上次的戏剧化，淋雨完全不值一提。上一次谢思妍和雨婉冷战，谢思妍利用我气雨婉。那次某个大课间，他刻意将一盒牛奶放在我桌子上：“给你带的，趁热喝。”我没动，有些无力感蔓延至四肢。坐在我旁边的雨婉低头看着教材，无动于衷。谢思妍不着痕迹扫了他一眼，又对我笑了笑：“明天周六，你不是一直想蹦极，带你去？”雨婉终于忍不住，抬起头，红着眼盯着谢思妍：“明天是我生日，你说好陪我的。”谢思妍轻嗤一声，语调轻慢：“你不是打算再也不跟我说话吗？”雨婉被气哭了，转身出了教室。谢思妍也立刻追了出去。我安静地看了那盒奶几秒，然后把它放在了雨婉的桌子上。谢思妍忘记我乳糖不耐受和恐高了，牛奶和蹦极都是雨婉喜欢的。上课铃响前，我和雨婉回到座位，雨婉伸手把我旁边的窗户推开了。雨虽然已经差不多停了，但气温还没有回升，微凉的风从领口灌进我半湿的校服里，冷意加倍，我不由得打了个颤。雨婉，能不能？西西，我好热啊，开个窗户哦。可能是冷意难耐，我难得没有顺从他。刚才淋了雨，我有点冷，不开行吗？不行哦。他撅起嘴，严肃地摇了摇头。西西，你不能这样自私，你淋雨不是我造成的，不能让我委屈自己来迁就你。每当我忍不下去的时候，脑海里就一遍一遍麻木地播放爸爸说的话：西西，思妍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别惹他生气。为了爸爸的工作，也为了你能继续在这么好的学校读书，考出去就能彻底远离这个令人喘不过气的地方。我收回看向雨婉的目光，将注意力再次集中在书上，没再阻止他。知道了。好在我及时去医务室买了感冒药，又加上不停喝热水，才勉强没有烧起来，但依旧有些头晕脑胀。所以下午的体育课，自由活动时间，我没再跟在谢思妍和雨婉身后，为他俩随时盯着时不时冒出来的教导主任。教导主任已经有些怀疑他们早恋了，但大多时候看到我们3个人一起时，笃定的目光又变得不确定。我坐在升旗台旁的台阶上背单词，路过一行人的议论声中，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那不霍希吗？谢思妍的孙子呢？怎么不在他附近？说话的是隔壁班的男生。今天的体育课，我们班和他们班刚好同一节。我抬起头，不期然对上了江旭的目光。他淡淡挪开视线，仿佛只是不经意一瞥。江旭和谢思妍是众所皆知的死对头，刚说话的男生就是江旭的追随者之一。另外一个男生回答：我听他们班人说，这姑娘感冒了，谢思妍怕她传染她女朋友，就没让她跟着。一行人很快离开，我低下头继续背单词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眼前的光线忽然被一道阴影挡住，
我抬头看到了一个巨型的卡皮巴拉，是一个人穿着玩偶服站在了我面前。学校社团总是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，操场上见到穿玩偶服的人并不奇怪。请问你有事吗？我看着这位水豚无神又平静的卡通眼睛问道。他那双没有五指的毛绒园长笨拙地捧了一杯温热的果茶递给我。给我的吗？我想了一下，恍然，你们是天文社的对吧？上次最佳社团投票我投给了天文社，这应该是随机赠送的投票答谢。卡皮巴拉顿了1秒，随即点点头，又把果茶往我面前递了递。我抿出个小小的笑，道谢结果。他微侧了下身，靠在了我旁边的柱子上，应该是送了太多烫水果茶，有点累，顺便停在这里休息下。巧合的是，他站的位置刚好是风口，同时又不挡光线。我松了松紧缩的肩膀，感受到了久违的暖意。之后，我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能遇到这只卡皮巴拉，他从不开口说话，大多时候都静静地待在我身边。我想他也和我一样没有朋友，没人在意我们这对奇怪的组合。直到那天，江旭的一群朋友路过我们，不是旭哥怎么回事啊？最近总是突然消失。其中一个人忽然指着我们捧腹大笑，赶快去找旭哥，让他也来一起看。那个水豚，他开裆了，哈哈哈哈！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看，才注意到玩偶服两腿中间的缝合线裂开了，露出一片白色的塑料板。一群男生闻言跟着一起嘲笑。卡皮巴拉脾气不太好，以一副要干架的气势就朝他们走过去。那边的男生也完全不惧，扬起下巴，来呀，小爷正想扒了你这层壳，看看是他妈哪个班的。卡皮巴拉就这么停了下来，空气安静的有些尴尬，显然是他害怕被这群人打才停下来的。为了不让他继续尴尬下去，我走过去握住他的圆爪，牵起他离开了现场。走出好远，我才开口安慰他，别生气，他们那么多人，一个人的确打不过，你不跟他们计较是对的。紧接着，我好像听到了一声很轻的冷笑，怔了一下，回过头，看到的还是神情无语又半死不活的卡皮巴拉，不由得笑出了声。我总感觉玩偶服里的人此刻应该也是这副神情。霍希，一道熟悉的声音打破了这轻松的氛围。我抬眼对上似笑非笑的谢思妍，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我不自觉敛起笑，恢复成那副刻板麻木的神情。没什么。跟卡皮巴拉道别后，我走到谢思妍面前，是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他垂眸扯了下唇，我找你一定是为了让你做什么？我不明所以仰起头看他，不然呢？是真的疑惑不解。自从他和于婉在一起，我和他的沟通就只剩下于婉最近生理期，800补测是别的班的体育老师监考的，不认识你们，你替他去跑，帮我盯着点最近谁给于婉献殷勤了。于婉报的那个社团男生太多了，你也跟他报一样的，帮他挡忙。谢思妍气笑了，他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。而这次的怒火一直延长到下午放学，爸爸开车来我们时，谢思妍一上车就关上车门，只默声丢下一句：今天你自己坐公交回去。爸爸犹豫地看了我一眼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踩下油门离开。那天之后，谢思妍跟我的交流变少了，开始了他单方面的冷战，我反而乐得清闲。直到那天放学，谢思妍和于婉在校外接吻被教导主任抓住，谢思妍反应很快，立刻将头顶的棒球帽扣在于婉头上，拉起她跑走，导致主任没有看清女生的脸，但他已经确定是于婉。第二天是周五，早自习，主任就来班里抓人。谢思妍、于婉跟我出来一趟。于婉一脸茫然，谢思妍坐在位置上没动，不紧不慢的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主任憋着一肚子怒火，在此刻尽数释放。真以为昨天跑了我就没看到了？你们俩早恋还敢这么理直气壮？都给我出来！谢思妍悠悠站起身，倒没什么不敢承认的，处分而已。但您不能把我女朋友认错人啊！他朝我们这边走过来，吊儿郎当的开玩笑。您这样容易破坏我和我女朋友感情。对上谢思妍目光时，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主任顺着他的话问：你什么意思？众目睽睽下，谢思妍在我面前站定，然后揽住我的肩，对主任挑衅，扯出了顽劣的笑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搞错了呀，这才是我女朋友。主任目光游移，昨晚和你在校外接吻的是霍希。谢思妍点头，对。我挣扎着他的手，正打算开口否认。我对谢思妍的言听计从是有底线的，这种事关处分的锅，我不可能背下。谢思妍在我旁边低声道：你认下来，最多背个处分和被我妈骂一顿，不认，霍叔的工作就丢了呀。你选。我停止了挣扎，好像忽然间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。主任依旧没有完全信，走到我面前确认：真的是你。窗外的树被突至的暴风雨席卷，未掩严的窗户猛然被刮开，狂风携着雨滴冲进教室，砸在我脸上。我抬起袖子胡乱擦了擦脸上温热的雨滴，再抬眼时视线清晰了不少。我动了动干涩的唇，是我。办公室外的走廊只有我和谢思妍两人，主任让我们给家长打完电话，就被别的老师匆匆叫走了。我站在窗边无声抽泣着，谢思妍走近，漫不经心给我递了张纸巾。哭什么？我没接，眼神空洞地注视着外面被雨水打湿的树叶。谢思妍烦躁地啧了一声，捏着我的下巴转了过去，纸巾在我脸上擦了擦。霍希，你不是喜欢我很久了，现在能做我名义上的女朋友不开心？我登时怔住，眼泪定格在眼眶里，错愕到忘记推开他。谢思妍淡然地瞥了我一眼，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你看我的眼神和那群女生看我时一样，只能怪你自己掩饰的不高明。空气死寂一般安静，无地自容的难堪时，我几乎要溺毙过去。谢思妍似乎也察觉到自己的话有多混蛋，蹙眉松开了我，偏开视线。许久，我堪堪捡起理智，嗓音干哑地回答他最初的问题：不开心，因为我早就不喜欢你了。生活已经够压抑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去喜欢一个有女朋友的人，让自己活得那么廉价？谢思妍眼睫颤了一下，她散漫地靠在墙上，浑不在意的姿态。随你。走廊的寂静是被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打断的，声音越来越近。我抬头循着声看去，下一秒就被一耳光扇得偏过了头。小贱人，年纪不大，胆子不小，我儿子也敢勾引，是谢思妍的妈妈。
我反应迟滞了2秒，没去碰麻木刺痛的侧脸，慢慢抬起头，和站在不远处的爸爸四目相接。他死死攥着拳头，仿佛忍到了极致，但依旧没有上前一步。谢太太骂声不停，即使主任回来了，也拦不住他。在他再次扬起手时，一道陌生但冷冽的男声开口制止了他。谢思妍，你这么混账是跟你这泼妇妈学的？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江旭的声音，他手上拿着个 U 盘，气息不太稳，像是跑过来的。男生没有起伏的语气里透着淡淡嘲讽，够怂，女朋友都不敢承认。谢思妍眼睛微眯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江旭眼风都没给他一个，你发情的证据。昨晚谢思妍和于婉接吻的画面，刚好被附近一家酒店门口的摄像头拍了下来，而这家酒店刚好是江家旗下的。于婉被叫过来后，咬着下唇质问江旭，你不怕我报警告你泄露隐私吗？欢迎随时来告。主任让班主任把谢思妍、于婉、江旭3人叫进办公室核对视频，他留在外面半信半疑地睨着我，继续问，你和谢思妍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们同时在谈？谢太太一听就急了，不可能，我儿子不是脚踩2条船的人，只能是这小贱人勾引他的。从来了到现在一直缄默不语的爸爸，在此刻终于忍无可忍站出来，你再骂我女儿一句试试。谢太太吓了一跳，老霍你什么态度？你是不想干了？老子就是不他妈干了，给再多的钱也不干了，我再窝囊也不能让你们这么欺负我闺女。他喘着粗气对主任义正言辞地说，我女儿肯定没有早恋。主任被吵得头疼，揉了揉眉心，再度看向我，霍希，老师再问你一次，你有和谢思妍在谈恋爱吗？像是老天也看不下去，再给了一次机会。这次所有人都站在我这边，我顶着肿得半高的脸看向主任，摇头，没有，老师，我没有早恋。窗台上的水洼倒映出彩虹光晕，我才后知后觉天晴了。很快我就回到教室继续上课，于婉和谢思妍还被留在办公室讨论处分问题。这件事闹得很大，班里躁动不已，压不住的议论声。各位知不知道江旭为什么多管闲事？我笔尖一顿，才想起忘记跟江旭道谢了。有人接话，为什么？为了他喜欢的人。谁呀？于婉。那个男生老神在在的摇了摇头。你们不知道吧？以前有段时间江旭总是爱从我们班路过，然后我就看见他往咱们班于婉那个位置看好几次了都。依我看，他就是因爱生恨了，见不得于婉好。我无意识戳了戳笔尖，不太赞同他的说法。我总感觉江旭应该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。课间，谢思妍回来收拾东西了，他和于婉被暂时停课。他旁若无人地走到我面前，目光定格在我侧脸上，眉头又紧了紧。我没想到他会动手，当时那种情况我不能开口阻拦，否则他会打得更狠。我将椅子往另外一边拽了下，和他拉开距离。麻烦你滚远点。今天之前我都没想到自己还能在毕业前对谢思妍说出滚这个字，囤积在心口的郁结仿佛正在一点点消散。这种渐渐涌上的好心情在中午见到卡皮巴拉时达到顶峰。我正坐在凉亭背单词，他就捧着冰敷袋和药膏出现了。他抬起小圆爪指了下我的脸，告诉我这个药膏是擦脸的。我忍着刺痛弯唇笑了笑，谢谢。可能是气氛过于轻松，我忽然有了交朋友的欲望。你打算一直穿着玩偶服吗？我们不能做那种可以交换姓名能见到真人的朋友吗？卡皮巴拉没有反应，我担心是头套太厚导致他没听见，正打算大点声再重复一遍，就看到他摇了摇头，拒绝了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脸，然后画了个叉。我心领神会，你是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吗？他点头，没关系啊，长相又不是交朋友的标准。我竭力安慰他，但他依旧不为所动，甚至还双手抱头站得远远的。荒唐的是，我居然从他死气沉沉的眼神中看出来了警惕，生怕我摘他头套。我被卡皮巴拉拒绝不久后，我又遭到了江旭的拒绝。下午的体育课，我们班又是和江旭班一起上的。我看到他一个人拎着瓶矿泉水坐在喷泉池边，便鼓起勇气走了过去。他看到我靠近，转水瓶的手滞了一瞬，我牵出个礼貌的笑，轻声道：江旭，今天谢谢你。他垂着眼，声线不像上午那么冷。我有些局促，绞尽脑汁想了一番报答方式后，再次开口：那个，我请你喝奶茶吧。还有就是我和于婉是同桌，他的兴趣爱好都可以问我。虽然几个班都在传江旭是为了报复于婉，我也没全信，刻意换了种委婉的暗示，但没想到江旭反应还是这么大。他手腕一顿，没接住水瓶，水瓶砸在了地上，他也没去捡，而是抬头意味不明地注视着我。什么意思？男生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吓得我不敢说话了。江旭很高，站起身刚好俯视我。你以为我喜欢于婉？我已经反应过来是谣言了，连忙道歉，对不起呀，是我误会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江旭眼神冷淡，半分钟后他移开了目光，越过我无声离开。这次我明白了，他不是为了于婉才出手的，他只是单纯看不惯谢思妍，想给他添堵。周五下午每个课间大家都异常活跃，我也在发呆中突然想起了周一就是自己的生日，打算周6日烤好小蛋糕，周一带来一起和卡皮巴拉吃。说着我就小跑出了教室，去教学楼外试图偶遇他，直到最后一个课间我才看见他正往器材室走。我追上他时，他已经进屋背对着我站着，正想开口叫他，就看到卡皮巴拉的玩偶头被摘了下来，是一个身量挺拔的男生。然后他转过身和我四目相对，彼此都怔住。我想过很多人，都没想到会是江旭，就是那个上节课还因为我说错话生气的江旭。他率先回过神，但仍然紧抿着唇不说话。初中部的一群学生忽然边涌进来边欢呼着打球喽，其中有人不小心撞到江旭，他身上笨重的玩偶服还没脱，身形晃了晃。我下意识伸出手抱住庞大的玩偶服，才勉强扶住他。器材室再次只剩下我们2人，他低头看着我，眼睫颤动。上课铃兀然响起，我回过神，松开他，接连退后几步。上课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接着便落荒逃地跑回了教室。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事实，
但即使到了放学，我在想起和江旭视线相接的瞬间有多震惊。我出神地走在路上，直到手腕被一个人拉住，才后知后觉我差点撞在杆子上了。在想什么？路都不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谢思妍这个时候会出现在学校外，一言不发地挣开他的手，自顾自往前走。谢思妍穿着长服，灰色连帽卫衣，黑色工装裤的她在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中格外显然。她堵在我面前，神情罕见的严肃。霍叔离职跟我没关系。我停下来，语气冷静。是我爸自己主动离职的。如果你对我今天上午的否认依旧不满，你可以让学校开除我。谢思妍盯着我，你知道我不会的。我想换个方向走，却又被他堵住。谢思妍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。我和于婉分手了。我对他的耐心已经降到最低点，刚想开口，就注意到他略显紧张的神色。我忽然意识到什么，不由得后退了一步。谢思妍，你最好别告诉我你刚分手就喜欢上我了。我一字一句道，因为那样我会觉得你很恶心。今天一天，我的每句话都在试图挑战谢思妍的底线。养尊处优的大少爷是不允许别人一次又一次践踏他尊严的，但他依旧没有任何生气的迹象，反而扯了下唇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过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。谢思妍还想说什么，忽然被一个人捂住嘴，接着便被两个成年男人架住胳膊，拉开和我的距离。江旭不紧不慢地吩咐，给谢少爷平安送回去。说完，他还帮谢思妍掸了掸身上的灰。谢思妍挣扎无果，被架上车。我才看到旁边的酒店就是江旭家的，难怪他能突然带人出现。江旭校服还没换下来，他视线错开我，冲前方扬了下下巴。送你回家。我有些拘谨，小声拒绝。谢谢，但是谢思妍已经被你的人带走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家的。江旭神情未动，只是说，不排除他跳车追过来的可能。随即先一步往前走了。我没忍住弯了弯唇，没想到一脸生人勿近的江旭还会开玩笑。我们并排走着，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是教导主任路过都最多只瞥一眼的程度。他不说话，只能我找话题。对了，周一中午放学，你还去那个小亭子等我吧，我给你带我自己烤的小蛋糕，就当是感谢你今天上午帮了我。江旭偏头看向我，我刚疑惑地看回去，他就转过了头。好，我等你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他告诉我，他之所以一直穿着玩偶服不暴露真实的他，是以为我受谢思妍影响，也很讨厌他。我立刻澄清否认，之后逐渐适应和他相处，说话也更加放松。真的很感谢你那天送我的是果茶，如果是奶茶我就喝不了了。这里应该有一句为什么，这样我就能接着聊下去，告诉他我乳糖不耐受。但江旭很自然而然地回了一句，我知道。我低下头看着柏油马路，没再说话了。气氛再度尴尬下来，问题也多了很多，但我不能再问。比如那天的那杯果茶真的是天文社送的吗？当我知道卡皮巴拉是江旭后，我反而不好意思告诉他周一是我的生日了，但他还是带了礼物，显然是知道是我生日的。更好笑的是，他是穿着卡皮巴拉玩偶服，两个圆爪爪捧着礼盒给我的。我瞪大眼睛问他，你为什么还穿这个？卡皮巴拉里传来江旭一如既往清冽平淡的声音，你应该还是习惯我这样子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沉默了2秒才回答，你看到这样的我经常会笑。面对我本人，卡皮巴拉低下头，声音也跟着低了一些，没有笑过。我知道卡皮巴拉的皮下是江旭后，我有过震惊不解，但没有过任何排斥，有点像海生发现海螺姑娘居然这么美食的感觉。我把2个小蛋糕放下，先捧着她的大头套给她摘下来，直视着她的眼睛，认真说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样的你比较好看。江旭垂眼避开了目光，但还是乖乖脱下了玩偶服。在他低头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2个耳朵都红得不像话。刚打开蛋糕盒子，教导主任就来巡查了。虽然我和江旭没有什么，但被发现2个人单独吃蛋糕，还是要被揪起来盘问一番的。所以我端起蛋糕，另一只手拉住江旭的袖子，小跑躲进一旁的器材室，反锁住门。江旭微抬了下眉，音量毫不压低，没必要。我连忙捂住他的下半张脸，将他往角落压。教导主任听到声响，透过窗户往里面狐疑地看了看。江旭手抵住我的背，将我摁向他，再放手，距离瞬间缩短。我才反应过来，我的手还放在他脸上，连忙挪开。只有江旭这个位置看得到一点窗外的情况。我用气音问他，走了吗？江旭摇了下头。他摇头时，侧脸不小心蹭到我另一只手捧着的蛋糕，我给他指了下，比着口型，蹭到奶油了。江旭擦了好几次都没擦对，我只好抬手给他蹭掉了。江旭目光始终游离在我脸上，空气不知不觉间升温，我感觉有些闷热。那天的器材室角落，我听到了男生不规则的心跳声。谢思妍和于婉没多久就被允许回了学校，我和江旭的交流依旧不算太多，但还是被谢思妍察觉到了什么。周6那天，我正在家研究新蛋糕，谢思妍换了号码打了电话过来，西西，下来，我在你家楼下。我吓了一跳，立刻捂住听筒回到房间。你有病吗？你再死缠烂打下去，我就报警了。谢思妍轻笑一声，你报警察来之前，我会喊的让整栋楼都知道你的名字。我气得攥紧手机，但还是不得不屈服这种无赖行为。我换好衣服下楼，第一件事就是扇了谢思妍一巴掌。谢思妍，你发什么疯？她浑不在意，只是噙着轻慢的笑睨着我。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你在这么短时间内就不喜欢我了。随即她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笑意微敛，问道，因为江旭？我觉得荒唐。不，因为我发现你不值得我喜欢，甚至现在为喜欢过你这件事而后悔。谢思妍去其眼笑，怎么一提江旭就着急解释啊？跟谢思妍这种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。我转身就走，他一把拉住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抬脚去踢他，他也不为所动。我气得有点想哭，还是竭力忍住了。谢思妍，你现在就这么讨厌我？我没回答。谢思妍声音有些艰涩，明天，霍希，明天来学校外的那个球场最后看一次我比赛，我就再也不纠缠你了，好不好？我猜到了，不会只是一场简单的比赛，所以在篮球场见到正在百无聊赖运球的江旭，并没有太意外。
这姑娘谁带来的？我听到人群中有人问，人是专门来看演歌比赛的，没看到个演歌带着水的吗？江旭安静地和我对视了几秒，我正想跟他打招呼，他就背过了身，仿佛只是陌生人，一股难以言明的失落淡淡蔓延开。谢思妍走到我面前，弯下腰，视线和我齐平，她笑得有些顽劣。霍希，看好了，看我怎样打爆你的江旭！不许给他喊加油，别忘了你是来看我的。我没说话，目光冷漠。此时我非常想把水泼在他脸上。球场起哄声不断，不是我说，演哥你打不打了？你能别那么恋爱脑吗？能先打球吗？我捏紧水瓶，出声解释，我不去。谢思妍慢条斯理地制止了我，不许解释。霍希，你今天要听我的，否则我们的约定就失效了。我不自觉用力咬着下唇，恨不得在他身上扎出个洞来。谢思妍最好能信守承诺。两方上来就打得很凶，尤其是谢思妍和江旭，球权主要在他们手里，两人的摩擦不断，裁判频频吹哨发牌。上半场结束，谢思妍队的比分高出江旭2分。谢思妍志得意满地勾了勾唇，在江旭准备拿起台阶上的水瓶时，一脚踹飞，在微笑着道歉。道歉啊，不是故意的。气氛立刻紧张起来。江旭那边的人坐不住了，朝着谢思妍走过去就要动手，但被江旭抬手拦住了。谢思妍显然是故意激他们动手的，这附近都是监控，他只要不还手，就能把他们几个送进去拘几天。他们愤恨地瞪了谢思妍一眼，又纷纷将自己还剩一半的水递到江旭面前。旭哥，这附近没超市，你先喝我们的吧。这时候你也别洁癖了，不可吗？手有一搭没一搭地运着球，低声拒绝了。不用。我捏住手里的水瓶，一忍再忍，还是没忍住，起身就朝江旭走过去。谢思妍扯住我，不许去，他们都以为你是我女朋友。我一脚踩在谢思妍脚上，迫使她放开我，用这场上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，我不要再遵守你什么幼稚的约定。谢思妍，你再纠缠我，我就报警告你性骚扰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说完我又踩了他一脚才跑开，发现喜欢过的人烂掉原来会这么恶心。我跑到江旭面前，忙将手中的矿泉水递给他，没有喝过的。他没接，眼神森然。他纠缠你？我点点头，边拧开盖子边说，但现在我不怕他了，你认真比赛，我给你加油。说完我就把水再次递给他。那江旭垂眼看着水，半想抬手接过。霍希，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叫我名字。男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我赢了比赛就告诉你件事。我想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事。手心微微出汗，我有些无所适从。磕巴道，输了的话也可以说的。江旭很有原则，输了就不说。他喝了水转身就进了球场。我眨了眨眼，可你不说我也知道啊。谢思妍下半场戾气很重，打得更凶了，而且只针对江旭，但江旭比他更快更准，甚至到了最后可以说是他一个人在 slay 全场。江旭队的最后比分高出谢思妍他们2位数。我跑到江旭面前，把水和纸巾都递给他，笑眯眯望着他，你真厉害。江旭，是他菜。谢思妍阴沉着神情将球猛然砸在地面，他淡漠地扫了我一眼，对江旭玩味笑了笑，他其实普通的要死，你有必要玩命跟我争吗？你想要就让给你了呀。说完他就抛开球走了。我才不在意这个混账的话，只要他不继续骚扰我了，对不痛不痒的说2句也没什么。江旭一直也都是懒得跟他计较的态度，但这次他没再惯着谢思妍。江旭接过篮球，毫不留情地砸在他后脑勺上，用淡然又很欠揍的语气说道，我是故意的，菜逼，别给自己挽尊，你也配说让字。谢思妍脸色黑沉如水，最后是被另外几个男生半拖着走的。江旭在送我回家路上告白的，霍希，你知道的吧？知道我喜欢你。他已经换回常服，头戴着棒球帽，说话时低下了头，让人完全看不到脸。我走在他旁边，思绪乱飞了好一阵，才镇定下来，轻轻嗯了一声，猜到了一些，但是对不起啊。我低下头，踢飞一颗石子。我不想早恋，我察觉到我有一点点喜欢他，但完全没到为了他破坏原则的地步。那毕业后能考虑我吗？他问。我一路沉默，一直快到我家，我才郑重地点了下头。江旭笑意清浅，整个人看上去比以往温煦。高中的最后半年，我和江旭关系愈加亲密，放学他会跟我一起挤公交送我回家，放假期间我们也基本上也是在图书馆度过。他给我讲物理，我督促他背文言文。谢思妍没再和我说过话，他不停换女友，玩得越来越花。唯一意外是于婉主动找过江旭一次。那天放学路上，他拦住江旭问，所以你打算报复我到什么时候？江旭，原来他一直都相信了那个江旭暗恋他的传闻。他指着旁边的我，要哭不哭地质问江旭，你故意接近他，不就是做给我看的吗？我答应和你在一起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他以为江旭也跟谢思妍一样爱玩那样幼稚的把戏。江旭冷嗤一声，眉眼倦懒，我要是真喜欢你，我就舍不得这么恶心你，懂吗？于婉大概是第一次接触正常的恋爱观，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，脸色难看的跑开了。按照江旭的性格，他是懒得解释那么多的。我歪头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是说给我听的吗？江旭双手超带，目视着前方，语气闲闲，什么意思？装得煞有其事的。谢思妍肆无忌惮到学校都快管不了他，只想让他安安分分熬过最后一段时间，把他送走。但他还是在高考前出了事。我们正在最后一轮复习错题时，一个女生突然披头散发地闯进了我们班。物理老师站在讲台，敲了敲多媒体，同学，你干什么？他置之不理，只是直勾勾盯着谢思妍。谢思妍，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，你所谓真正喜欢的那女的是谁？我倒要看看她比我好在哪儿，值得你为了她跟我分手。你别逼我一个班一个班找。谢思妍倚着椅背打量着他，你有劲吗？腻了就分了呀，死缠烂打会显得很廉价，你不知道吗？他说这话时带着一丝自嘲的意味。老师沉下声音，同学，请你出去，我们现在在上课。上你妈的课呀！
女生回头冲老师吼了一句，再次看向谢思妍，泪流满面，眼底的情绪逐渐癫狂。谢思妍，我告诉你，我怀孕了，你要是敢跟我分手，我就跳楼。我说到做到。全班哗然，谢思妍却依旧半死不活的颓靡态度。这件事闹得很大，这次来的不再是溺爱谢思妍的谢太太，而是她的父亲谢市长全人。谢父一来就当众一脚踹在了谢思妍的心窝，不争气的东西，人连带着桌子椅子都倒在地上。谢思妍咳嗽了2声，没立刻起来，而是缓缓抬眼看向我，扯唇笑了下，跟我比着口型，我真烂，对吧？我扭过头继续翻看错题本，心底掀不起一丝波澜。谢思妍心灵扭曲到这个地步是她自己造成的，只能她自己买单。谢思妍这件事发酵到了网上，很多看热闹的人列举出她每一任女朋友，然后各个点评。身为她第一任女朋友的于婉讨论度更高一些，她承受不住异样的眼光，在公共场合精神屡次崩溃，最后直接请假在家自己复习。而谢思行就更严重了，校方碍于舆论，最终还是开除了他，连带着谢氏股价都跟着跌了跌。谢父气得不行，把谢思妍打了个半死，扔到了国外，又将养在外面的私生子接了回来，大有更换继承人的意思。但在抓马这事的热度也没持续多久，很快又被下一个热点压了下去。进考场前，江旭看我过于紧张，挑起个话题转移我注意力。谢思妍那种睡烂了的人，怎么还有人喜欢？不觉得他脏？他斜斜靠在树上，气定神闲道：“我就不太一样，我专一，还初恋。”我没反应过来，状似不经意地问：“你初恋是谁呀？”江旭撩眼看向我：“你呀。”他再也不是因为一句我夸他好看就能耳朵红的男生了，他内里其实很闷骚，现在本性全部显露出来了，一览无余。我按捺住我上扬的嘴角，义正言辞地否认：“不是弟，谢谢。”我现在还没有答应。这么一来一回没多久，就到了进场时间。我本来精神又有些紧绷了，但在坐在座位上那一瞬间，才发现没什么可怕的。如往常一般答题，3天很快就过去了。傍晚，我和江旭在外面吃完饭，他送我回家的路上，也只是偶尔聊聊高考题。每当他想说什么的时候，都被我打断转移话题。江旭预感到什么，越来越沉默。到我家楼下时，他也只是揉了下我的头，勉强笑了笑就道别离开。我牵住他的手，猝不及防将他拉了回来。在江旭怔中时，踮脚亲在他侧脸上，接着小声告诉他：“好巧哦，我初恋也是你。”全文完。